清河行路岭一带有吃人岭和吃人堡的传言，却并没有任何真实的受害者，所以这是谣言。而谣言会让普通人远离行路岭，所以它的真实作用其实是一道防线，而且只是第一道。在魏无羡娓娓道来之际，众人再一次对魏无羡强大的推理能力表示钦佩。蓝忘机随着书籍的翻阅，目不转睛，格外认真。聂怀桑自暴自弃一般的道：“那根本不是什么吃人堡，那只是我家的祖坟。”聂家兄弟皆是面色阴郁地听着画面中的聂怀桑娓娓道来，一番解释，众人没想到聂家竟有这么一段历史。可纵使这样，如今的聂家可谓是百家之首，地位不可动摇，这个秘密抖落出来，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。接下来，众人再一次看到蓝忘机屈尊降贵的单膝跪地给魏无羡查看伤势。魏无羡3两下挽起裤腿，随口道：“到腿根了。”蓝忘机扭过了头，没答话。魏无羡正要出言调笑，桌边忽然传来碎裂之声。原来是那条被封在风恶乾坤袋的手臂在作乱。旋即二人猜测到这恶祖痕与这条手臂的联系。画面一转，第二日清晨，两人一齐出发，重返行路岭。聂怀桑正召集了家中的心腹门生前来收拾闯入者们留下的烂摊子，岂知一回头，脚底一软，臂沉出鞘，刚刚才补好的石砖墙又裂了。蓝忘机对他言简意赅讲了因果，聂怀桑指天指地发誓：“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信我一起拆砖自证清白。”几经周折，最后被蓝忘机找到了尸身的腿。顺着他的指引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路来到岳阳。烈烈酒香飘了满街，魏无羡严肃地道：“这种地方的伙计一般都年轻机灵，手脚勤快，而且每日客多，人多口杂，附近流传了什么怪事，一定逃不过他们的耳目。”当长平这名字一出，薛洋脸上痞痞的笑意瞬间僵住了。自己会出现在这里，也在情理之中，毕竟曾与魏无羡有过交集。可出现这件事倒是在他意料之外，难不成这本书里还记录着他义庄几年的生活？内心隐隐的雀跃和慌乱，说不清哪个更甚。薛洋一直注视着小星辰，此时小星辰附着双眼的白绫晕出点点猩红，一只手颤颤地虚扶着眼眶。薛洋看得心惊，行动比脑子快，起身连忙道：“话音未落，与他相近的宋子琛和阿金也发现了异状。阿金惊道：“道长你还好吧？”小星辰一手扶着额头，尽力掩饰着痛苦，一手安抚阿金道：“无事。”宋子琛道：“星辰，薛洋，你这个人渣！”薛洋欲去探看的身形僵在了原地，听到这一喝，脑子这才转过来，想起此时的境地，他斜斜一笑，露出那颗标志性的虎牙，满不在乎地坐回了原地。回到画面中，经过店小二一阵抑扬顿挫的讲说，在场一些上了年岁的人都露出了然的神色。这正是乱葬岗围剿后第2年发生的事，轰动一时，闹得整个修真界沸沸扬扬。当时魏无羡早就被厉鬼反噬，遂为齑粉，死了1年多了，可最后在民间流传的版本竟然又是夷陵老祖作怪，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。蓝忘机道：“小星辰乃豹山散人之徒。”听着画面中蓝忘机言简意赅的解说，众位知情人眼中似乎又看到了当初清风明月的风采，一尾拂尘，一柄长剑，温润如风，皎皎如月。众人不禁看向小星辰，被血染红的白绫附在面上颇显狼狈，众人皆叹一代名士就此陨落，而小星辰本人却无甚波澜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随着解说，画面辗转到金陵台，一个极年轻的少年身穿金星雪浪袍，被赤峰尊的刀架在脖子上，还一直有恃无恐的笑嘻嘻。被人架下去的时候，他还对小星辰亲热地说：“道长，你可别忘了我呀，咱们走着瞧。”薛洋扯了一下嘴角，后面的一切都要开始了。随着一段长长的故事落幕，众人也从回响中抽离出来。魏无羡轻轻吐出一口气，生出一阵遗憾惋惜：若我在世，这种事情怎会置之不理？这等人物又怎会不与他结交？随即又啼笑皆非，暗暗自嘲：我管？我怎么管？若我当时还活着，说不定岳阳常氏灭门案根本不用追查，直接就被推成是我干的了。这位小星辰道长没准用拂尘抽我一顿，哈哈。小星辰闻言不禁感叹：
我这位师侄当是位性情之人啊。阿金叽叽喳喳的回应。是啊是啊，这位前辈可好了？宋子琛悠悠道。此人的确真性情。随即问道，你可还有不是？小星辰道，无碍。二人来到常府，那早在10几年前出现的拍官声，如今竟然又出现了。魏无羡与蓝忘机不约而同收敛了气息，悄无声息的前行。有人在掘墓，蓝忘机当即拔剑出鞘，与其厮杀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此人对蓝家剑法极为熟悉。魏无羡击地一拳，从土壤深处拔地而起，4只血淋淋的手臂抓住了掘墓人的双腿，当即被震开。笛声顿起，2颗头颅破土而出，连带着身子也一起离土，顺着腿爬上了掘墓人的身子，灵力一震，却发现上当了，连带着他背着的尸体也震飞了。蓝启仁看得连连皱眉，对画面中魏无羡放肆的狂笑不止，更是越看越生气。江丰年面露忧色，犹疑的开口：“阿英喜此道，当真没问题吗？”江澄默然无声，半晌，涩声道：“爹别担心了，无事。”画面中，魏无羡与蓝忘机在讨论掘墓人的身份，被魏无羡怀疑的2人各自阴着脸，尤其是蓝启仁脸再次黑得犹如锅底。望羡2人辗转回到客栈，继续白天没有聊完的话题。凌迟他们的那把剑，经验证伤口，乃是小星辰的佩剑双华。小星辰一怔，稍加思索便猜到定是薛洋作为。可他为什么要用双华？为什么一定要用双华？难道生前被他害得还不够，竟连死后都不愿放过他吗？忆起生前往事，将仇人当好友，往害挚友与数百条人命，善意被人践踏得体无完肤，小星辰白皙的脸愈加苍白，想质问薛洋，可话出口，竟是气的声音都颤抖起来：“薛洋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”最后一句厉喝出声，薛洋静静凝视他，平静的像是质问的不是自己一样。半晌，垂下眸子，将眼中一闪而过的痛色掩在眼睫下。又想起小星辰本就是个瞎子，索性也就不掩饰了，笑意重新浮现在嘴角，语气有些瘆人地邪气：“哈哈，不想怎样？好娃啊！”看着由自气得发抖的小星辰，薛洋嘴角的笑渐渐凝住，眸光深沉，道：“道长，你我都是已死之人，那些事早就过去了，你放过自己吧。”这边由自低沉，那边却欢乐得很。蓝启仁看着画面中被魏无羡怂恿着喝酒的蓝忘机，家规第4001条，远离魏婴，不能只是口上说说了，回去之后就把这条刻在规训师上。蓝家小辈表示很悲哀，蓝忘机很淡定，反正那是不可能的。温宁茫然地看着画面中的自己，显然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已经出场过了，而原本睡着的蓝忘机却忽然出现在画面里。蓝忘机盯着画面上手抱碧晨，冷若冰霜的自己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再看画面上打了温宁2掌的自己，蓝忘机表示很满意，毕竟想打他很久了。蓝曦臣倒是有些新奇地看着画面中自己不曾见过的弟弟，只觉得可爱，而蓝家小辈们更是伸长了脖子，眼瞪得溜圆。韩光俊喝酒，韩光俊撒酒疯，那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景象，怎么能不看得够呢？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一群人紧盯着书籍里一个又一个的画面，生怕错过了什么。韩光俊的吃醋，韩光俊的幼稚，韩光俊的奔放，韩光俊的傻乎乎。看着自己在画面中丑态百出，甚至拿洗脸盆里的水直接来喝，蓝忘机感觉魏无羡说的对，这辈子算没脸见人了，他现在就特别想回进士。江澄如何？蓝忘机皱眉，哼。温宁如何？蓝忘机冷淡，呵。魏无羡笑眯眯指了指自己，这个如何？我的。蓝忘机盯着他，一字一顿，清晰无比道：我的。蓝启仁想回家，他不想看了，尤其看到2人同卧一榻，蓝忘机还仔仔细细给魏无羡掖被子，他更想自挖双眼。蓝家小辈皆感叹，难怪韩光俊待人一向冷淡，他怕是把所有的热情只给魏前辈一人了。看到魏无羡一夜未眠，硬撑到天亮，起身又扒了自己和韩光俊的衣服，众人都预感到接下来魏无羡要做什么了，发出阵阵低笑声。蓝忘机道：昨晚我。魏无羡冲他眨了一下左眼，昨晚你好奔放呀，韩光君。江澄看着画面中妖孽般的魏无羡，一阵恶寒。
蓝忘机直到今天才知道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。魏无羡悠悠然下了楼，一群13、14岁的小孩子从街上跑过。这群小孩在玩模仿射日之争的游戏。魏无羡坐在客栈门前的台阶上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众人也跟着他看得津津有味。金光瑶原本老老实实的被蓝曦臣护在身后，这时画面中传出了自己的名字，颇为不解，凝神去看。在这种游戏里，如今风光无限的仙都脸方尊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一角。